来，大家阿曼，大家阿曼啊！又到了我们直播时间了，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暗，食一瓶60块当然谢谢，我今日上紧，感恩啦，感恩啦哈！对啊，他说 Starlink 说，原来7800亿就是黄国昌版本了哈，所以看到了吗？民众党也是一群背骨啊，民众党本来就是一群背骨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是不是？问题就是说，黄国昌闹出那么多问题啊，他那个什么，他那基本是有匪谍的行为啦，还有一些什么，他之前搞了那么多问题出来嘛，是不是？那个是很大可是你司法的什么怠惰缓慢到今天，所以才让他有机会出来乱搞嘛。所以很多人都说，明明可以处理的事情你没有处理，然后后面就会什么，就会积非成是嘛。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吧，我们人成功的人是这样，成功的是见机履机。什么叫成功者？我绝对不会拖到明天的。那种有拖延症的人都不会成功，你知道啊？什么事啊？明天再看看啦、哦。这个是就绝对不行了，尤其是一个国家，所以你说为什么做生意的人都会赚钱的人都是因为急性的人，只有急性的人才能做好事情，因为什么？你拖不了，你今天的事没做完，你拖到明天，明天事情更多好吗？然后慢慢就这样，所以你说本来民众党很好处理的，他2个党主席都是手上都犯了案嘛，这个这么好处理的事情你都处理不了，呵呵，麦克共啊，我不想再骂他们了，因为我已经被他打了哈，被这些人打了快。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这些人哈，现在这些人打我打的这么狠，你知道吗？他说有人已经在霸团群组看到，在污蔑说我不是台派了，我不是台派，我是什么派？我从在中，我在搞，我在为台湾奋斗，我在什么？在推广台湾的民主自由给中国朋友说，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的？你们这些霸团人还在慢慢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在中国孤军奋斗了。现在这一群人来说我不是台派哈，非常可笑，非常可笑。那为什么突然变这样？为什么突然变这样？就是打压我们嘛。现在打压我们的力道已经四面八方，尤其那个很好笑，那个叫诸葛四郎，然后诸葛风云才好笑了哈。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好笑了哈。有一个人分享了哈，他说他们呢他们有请台湾国防部认证的军事主播和霸团合作开说明会，有人这样说了哈。草屯时间地点都安排了，草屯是那个什么南投霸团的嘛，草屯跟我没有关系哦。他说什么？军事主播就是诸葛风云嘛，诸葛风云讲说安排他的听友到现场支援，才发现霸团的领先人廖金章没到。这个也能来辩我的罪过？首先我跟你讲，我根本不知道那件事情，可能是南投霸团的人邀请我跟诸葛风云去，但是我跟你讲，因为那时候太多事情了，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我不记得，所以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情，所以我没去。那我没去就没去，有什么奇怪的？他拿出来讲，他什么？他只派另外一个助理到现场，他现场光溜溜了，布置构想设备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做事前宣传。来的人都是军事群自己由外地赶来草屯的，不是需要沟通的当地居民。廖金章在直播都自称是霸团领衔人，廖金章放军事主播鸽子，我放军事，是我邀你的吗？
这个事情我可以先跟你讲，这个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人，这个家伙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中间分子，有装成旁人来讲，这个一定是诸葛风云找人讲的。那我就问你啊，我放你鸽子是我邀请你的吗？我自己都是被邀请的人当中，为什么是我放你鸽子呢？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为了打我，他连这么一点点这么小的事情哦，见小的事情，就是我们同时被南投霸权人邀请，结果我没有去。他说我派我的助理去，我应该是林志正了，我可能让那个林志正去了。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讲，我那时候事情太多，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啦，林志正有找过我几次去南投啦，我去过埔里去过一次啦，去过草屯去过一次，但其他有很多事我没有去，确实。怎么是我放你鸽子呢？第一不是我邀你的，是南投霸权邀的，这个都能怪到我身上，而且这表示什么？他的所以我就说嘛哈。我很想问诸葛风云了，听说你是博士啊？POX 博士如果这种逻辑的博士，那我真的会觉得你的博士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两箱方便面去换来的。讲啊，一箱就好，一箱方便面就几箱泡米去换来的博士吧？我逻辑怎么这么错乱，是吧？啊，我同时被南投霸权邀请，结果我没有去，说我放你鸽子。那当南投霸团，你却说没有什么人，那你去问啊，你去问主办单位啊，你问我干什么呢？是吧？我怎么知道他没有邀到人呢？这个另外这点人哈，他们为了打你哈，可以什么，把所有一点点小事就无限扩大，但是因为逻辑不顺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讲哦，铺天盖地都在骂我不是台派啦。我是台派的时候，你还没出生。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小鬼哦，我是台派的时候，你还没出生，你们真没资格讲。你们别在中国就是台派了，我在中国就被中国朋友认定我是台独了。怎么现在你们来讲我这个？所以说也就是说哈，今天，而且今天那个什么金明脸的那个家伙啊，那个谁，那个赖中强是不是？他居然公开回复啦，他公开回复说他不跟我们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我念给你们各位听了哈。本会考量护国党驱逐赤辱共产，恢复中华民国迁都南京之宗旨，亦落入中共政权。台海关系是中国内战延续，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是中华民国的共同家园的错误历史叙事陷阱，且于此次游行拒绝政协会一中并吞陷阱之诉求有所冲突，因此在护国党章修改前，不得不婉拒护国党报名合办真和平要国防523游行之请求。请问护国党什么时候跟你请求？护国党什么时候跟你请求？这个家伙，你看，所以连赖中强都，我不知道他是谁啦，他这个人很有名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你可以拒绝，那你不要用这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因为是我的秘书长写信，我让秘书长写信去说，去了解我们有没有共同办理合办的可能，不是护国党去找你的，你连这个都弄不清楚。况且我已经说过，台派与正南军结合是我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最让共产党瑟瑟发抖的事情。这种事情你都要拒绝，到底是为什么？你们是真台派还是假台派？说我是假台派，我说你们才是假台派。团结台湾所有的反共势力是本党的宗旨，这个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爱台湾。共产党想尽办法把你分成台独，然后天天统独恶斗、蓝绿恶斗，这个是共产党最想看的。我在中国27年，我早就看透这些东西，所以我推广的是台派跟正南军的结合，所以我跟陈凯丽他们护国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最后不会有冲突，因为我们要入美，他们要回师南京，各取所需。现阶段我们共同合作，把共产党分化台湾的蓝绿恶斗这个关系，把它减缓，我们共同来建设台湾。这件事情你赖中强听不懂吗？我们在一起赖中强，我们这两代前面，你看，而且这种东西哈。你既然写公开信，你就要写陈述事实嘛。你连公开信都可以胡说八道，
你觉得你们这一群所谓的台派这么恶心吗？哎，你们要这么恶心，我都不想当台派。我先跟各位讲，如果你们台派是这么恶心的话，我都会害怕。我跟你讲，我看了惊，那呢？这点能耐变呢？这群人怎么变这样呢？也太恐怖了吧，是不是？哈，你为了打压我，你可以把说明明是一个好的政策，而且我说524我挺1.25兆的军购这件事情，至少它没有党派色彩吧？这件事没有党派色彩，是我们台美党跟富国党共同举办的。你们不是在什么？你们在阻挡我去挺军购嘛？你们用什么？说我是假台派了，我什么只是为了宣传我们的党了？你他妈来开一块海盗要花100多万的，我花100多万来打我的党知名度，我党知名度没有那么差，好不好？我的党成立还不到1个月，到今天还不到1个月哈。我是上个月18号、19号才收到的嘛，也就是才20几天，我的声量已经到这种程度，我不需要再去花那么多钱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只为了宣传我的党。就算为了宣传我的党又怎么样？我宣传我的党，我挺军购，蒙拿减西口，哪里错了？这种东西都能够来污蔑我，我觉得啦哈，我觉得你们真的做的有一点过分了，好不好？同是台派出手不要这么重，哈，我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我已经出手已经很客气了。你们有几个人敢跟我公开辩论的？是不是？什么赖什么东西啊？那个活动，你们我昨天办你们列举了大概100多个团队啦，来啊，要不然那天我们来点名，看这100多个团队是不是都到？我嘴可绕亏，我跟你讲，是我说不需要这样啦，我也不需要去跟你搞这些东西啦。但是，如果你这样继续搞下去的话，不会刚的点名，523的点名，看是不是你们讲了100多个团体都到啊？把它搞成这样，我跟各位讲，如果那一天来的人不多，你的脸面何在呀？贵啊，200团体啦，不7公买，看那一天谁比较多人嘛？看你是523人比较多还是524人比较多，没有关系哈。我输我把刚关啦，但是我就跟你去试试看。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公理的，我相信台湾人的素质还是能够分辨公理正义的。霸团是一个什么？霸团是个非常什么？非常民进党的铁粉团体啊！虽然是民团，我很清楚了，霸团是民团，绝对是没有问题。可是这一群人基本上都是比较挺民进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成立的台美党，他们至今。我是中午的领衔人，至今中午没有一个人加进来。我很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怕我抢了民进党的票，所以这些人不是我要争取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在霸团的那个群组里面去发言过一句话，我也没有在霸团的那个群里面发言说，哎，你们来加入我台美党，我一次都没讲过。为什么？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嘛，我没有要去抢你们的嘛，我要来抢中间选民跟什么？反共的蓝营跟白营这些人，只要台湾反共的人的蓝白营中间选民都欢迎加入我台美党，欢迎我们524共同来挺这个1.25兆的军购，道理就这么简单。我光明磊落，我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如果你们还要继续闹下去我可以跟你们那个什么，民进党你在主管这些什么。水军的这些人你最好跟水军讲一下，不要去打廖金章，因为你把我惹毛了，我这一辈子跟你干到天荒地老，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的声量会不会起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靠你。你如果因为担心台美党抢了你的声量，然后呢开始打压我，这个叫什么？把友军激发成敌人。你把我打成敌人，对你有好处吗？你们搞宣传的哪一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民进党哪个傻子在搞这些东西的你来惹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再跟你警告一次，来惹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林北穿赤脚不怕你穿鞋的，跟你讲，好不好？哈，对啊，对啊，我没有不支持民进党，我还支持陈其迈啊，我是讲那么清楚的话、啊，到底是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还是这些什么，像那个什么，像那诸葛风云这种人，他为了表忠，他的表忠表过头了嘛，因为他的逻辑，你看他派出来打我的人，那个逻辑都非常错乱，包括他自己在他的 YT 频道写的这个那个贴文哦，我昨天已经念过了哈，我就想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两件事情哈，把我挺军购，把我变成转到什么？转到我们是要支持共产党的什么？支持共匪的？我问你这个逻辑是怎么转过来？请你这个大博士、大学者来跟我讲一下。他看不出来有博士的水准，真的，我又不是没见过他。就像我刚念的那个东西，南投霸团邀请我们两个去，我没去，他可以写一篇文，找人写一篇文章，说我放他鸽子了。第一，我放你鸽子不是刚好而已吗？其实又不是我邀你的，怎么叫做我们是共同被邀的？怎么叫做我放你鸽子？这一点逻辑都没有。我问你，民进党，你让这种人来支持，你会不会觉得丢脸？民进党，你看你的支持者还是一个军事博主哦。我问你，你觉得如果我是民进党的党中央，我看到这种人来支持我会觉得很丢脸，因为他打我的逻辑完全错乱了，是不是？对啊，我会讲了。那你刚这位先讲了，川普公开呼吁5年内要加入美国51州的新闻，这个我一定会讲。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不讲呢？你先让我把我要讲的讲完嘛，是不是？最近很热闹啊，因为什么？其实我没有很生气啊，跟各位讲，我没有很生气啊，我只是觉得说我们的声量到一个程度才会被人家打了，否则我跟你讲，要是我们今天这个党成立，然后我无声无息，我的党编号394，各位表示我之前还有393个党啊。现在台湾我不知道我之后还有几个党成立了哈，就是在我上个月党正式成立之前，我是394号啊，所以台湾政党有394个政党啊，但是真正有在运作，听说只有60-70个啦，因为大部分都已经做不下去嘛。啊，台湾也有60-70个政党，那我问你，有几个像我们这样未演先轰动的？所以我心里还是觉得我们的努力被很多人看到了，虽然敌人也看到我们了，但是我们的努力毕竟被人家看到了嘛。所以我还是呼吁的中间选民蓝营白营的反共人士，请你站出来，524我们把它做大，524这件事情我们把它做大，我们让台湾人真正看到什么？让共匪真正看到台湾的什么？台湾人的团结。虽然523有人在搞混化，把我们搞混化，我还好心的什么，让我们秘书长写信去跟他讲，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然后他回复说：“哎呦，因为护国党是要反攻护国的，跟我们怎样，这个跟护国党有什么关系啊？”我就问各位啦，是不是？是我让我的秘书长跟你写信说，我们有没有合作关系？这又不是护国党有跟你写信吗？况且我就说，台派跟正南军团结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发明。我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我告诉你，这个是对台湾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什么班班可考，我做每一件事可朝日月，我做每一件事都是真正为台湾在做的。我不是为了博个人声量，我这一辈子我跟你讲，我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已经荣华富贵过了，好不好？我真的不在乎那些名声、那些利益啦。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了，我很年轻就赚了大钱了，虽然在中国亏掉，我承认了，但是我人生是经历过荣华富贵，所以我是玩过大钱的人，我不会那么小心眼。所以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我已经说我下定决心，余生只做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我对个人的早就置之度外了。当然，这些人呢，他不懂，因为绝大部分是自私自利人。自私自利人他不能理解有大胸怀的人、有情怀的人的心理，他们不懂，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想尽办法来什么来怀疑你。他用他自己的狭隘的内心来想说，不可能哦，这人哪可能这样高尚
我都做不到啊！对了，他骗人的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也把他用自己的他内心的想法来投射到别人说这个人一定骗人的，因为我都做不到，他怎么做得到？道理这个就是人性的道理，这个就是人性的道理，非常可笑的人生。但是我跟你讲，你们这些人对我都没有影响，我也是笑笑跟你们讲。我很多人跟我写信说：“哎呦，你一定要出来说。”我说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哈。这些人都是故意的，因为我在群组里面讲的话，其实一般人都听懂，但是还有什么？还有一直纠缠不清的那几个，我知道那是故意什么？我想也可能也不一定是民进党派啦，应该属于诸葛风云他们这种自己去表装的哈，在什么揣摩上意那种。有种人是18代奴性的人了，有很多人是带种奴性的，所以为了揣摩上意，他来打我嘛。我跟诸葛风云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纠纷，甚至他还曾经来蹭我的直播嘛。我没有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冲突，为什么突然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包括很多啊，现在很多都这样，我一直被打得莫名其妙，都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来打我的。但是我就跟各位讲。越打我越打如怕越打越大，真的我骗人，不是被打肿的啦，但是越打，你敢怕我戏，剩下就是我的了，就是这句话，根本不在乎你们在想什么，好不好？524，如果大家还不站出来，那就表示什么？台湾人真的已经对这个国家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了，好不好哈？还有啦，川普，我刚刚要讲川普的事情嘛。川普在那个 Fox News， 就是那个什么，大家知道 Fox 嘛哈，跟那个主播 John Roberts 在电话中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 Roberts 觉得说，所以说 Roberts 随后在推特上发文转述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委内瑞拉是石油资源大国嘛，而且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已探明的石油存量，大概有个十百千3000亿桶，加西洋3000亿桶的石油是什么概念嘛？你讲是3000亿个，一趟的加西洋是3000亿趟，所以委内瑞拉石油存量是非常大的。今天川普公开讲说，我希望让委内瑞拉加入我的51州，他们讲说是因为委内瑞拉有3000亿桶的石油，但是他们的代理总统了已经明确拒绝，强调国家主权与独立。这就是跟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委内瑞拉，美国这里加入51州，他的总统说我不要，我们有独立的主权。这个跟台湾的一些傻子是不是一样？我讲这些时候，我们中华民国有独立的主权啊。委内瑞拉，你们之前过了什么生活啊？委内瑞拉曾经是富可敌国的国家，是全世界因为石油太多了，曾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后面委内瑞拉的人真的是那个一日三餐都有问题的时候啊，美国现在解救你们，让你们开始让你们石油可以用市场价卖出去了，然后收入全国共享嘛，不再是被马杜罗这些独裁者拿走嘛。这些泼天的富贵有委内瑞拉共享嘛？这种情况是美国带给你的。美国是民主国家，美国要让你加入美国，你不是半夜都要去跪着谢恩吗？结果他们的代理总统说：“我也不要，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的主权。你独立的主权差点饿死啊！你才刚刚我在说你饿了几代人了，40几年了。”国家穷困40几年了，才刚刚吃饱3天饱饭，就开始觉得我跟你不一样，我不要加入美国，跟台湾某些人的想法是很一样的。但是我在跟各位讲，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3000亿桶的石油，台湾有什么？3000亿桶的蕴藏量啊！各位，我跟你讲，石油蕴藏量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越来越小，因为现在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能源开发出来了，它已经不再像当年石油危机的时候，石油是唯一的能源来源了，所以全世界抢石油，现在已经这个风气慢慢在减退了。
而我们台湾的晶片 AI 伺服器是可以让全世界瞬间倒台的。我台湾的 AI 是晶片不出货，全世界3天全世界科技公司全倒光。我认为它虽然持有蕴藏量很多，可是它还影响不了这个世界多少。因为现在世界上现在产油国家越来越多，美国曾经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入国，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弄清楚好吗？所以台湾如果川普讲说因为你的那个什么，我要让你加入我的51州，是因为他认定是有你石油能源嘛？台湾的价值比那个石油能源重要1万倍啊！为什么川普不说台湾加入51州？为什么一直不？因为在碍于中国嘛，碍于中国，所以川普不是最近要跟习近平见面吗？他们最后是谈的是什么？听说谈什么？谈武器销售武器的事情。其实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其次啦。中美只有一件事可以谈，其他都是假的。中美只有一件，就是贸易。中美只有贸易这件事可以谈，其他的全部都是假的，好不好？你相信我这句话，因为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输出，在由国家留学输出补贴的东西到美国，用低价卖到美国，然后安定美国的物价，这是川普需要的。所以他在讲什么台湾，他绝对不会放弃台湾了。你说川普会出卖台湾，你就对世界一点都不了解了。很多人，我看到很多帖子说，哎呦，川普这次不一样哦，他要跟中国谈军购，放心好了啦，他就算不卖武器给台湾啦，他依然要保护台湾啦，不好啊，对不？那我明天去把晶片卖给中国，你就死啊，谁死啊？我台湾如果明天把晶片卖给中国，不知道你美国是谁先死？各位，谁先死这句话你注意听哦，是美国会先死啊。我说全世界武力加在一起乘以5倍都打不过美国，可是只有台湾有一个国家可以让美国亡国，就是什么？晶片。我晶片不给你，我晶片去跟中国合作。很多人讲说，哎呀，那美国依然能够掌控你什么？我跟你讲，不管美国能不能掌控你什么，我只要不把晶片卖给美国，你美国瞬间就垮掉了，瞬间就垮掉。你石油美元，你整个美元的价值垮掉，那个国家就垮掉。我已经讲过。美元在世界各国流通量比美国国内流通量还多出3倍不是3成，好不好？3倍，也就是说，海外这么多美元的流通，这个等于是什么？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借据啊！我这个海外美元，我可以随时拿到美国来跟你买东西啊，我可以跟你兑现的嘛。所以这些东西，美元的霸权才是支持美国继续下去的。而现在能够支持美元霸权的，除了石油，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晶片美元这一块，它的重要性已经远超过石油美元。而委内瑞拉的石油就能够让川普流口水说有我的咖喱我的1州哦，台湾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美国人不是不想台湾进来，因为碍于中国，他如果这个时候跟台湾讲，因为他必须跟中国决裂嘛。但是美国人在等什么？等你台湾人自己来主张。我这样讲了，联合国的那个法条里面76跟77条就讲了，一个被战败国从战败国移出来的国土，它必须要经过什么民选的政府，必须要经过托管这一块嘛。所以说，美国人对这些东西，他依照联合国的宪章来讲的话，他是有权利废除台湾的托管的。这些东西美国都可以做，美国其实有方法很多，但是他只是不想跟中国闹太僵，因为中国提供的太多廉价的生活用品，让美国人的物价不会疯涨，这是美国中美唯一的价值。但是如果是我们台湾人主动，像我们台美党，如果我们台美党在台湾形成气候之后，我们去跟美国去跟川普谈判，谈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川普一定会跟你讲说，哎呀，我等你好久了，说老廖，我等你很多年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怕你不信我。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我跟你讲，外面怎么说我都不在乎你的。
你现在怎么打我？你越打我，你给他怕我戏村的我哎，我就是那句话，我这个人又不怕挨打，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什么台湾陆美的这个声量做起来，这个做起来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做起来，我跟你讲，你说什么都没用，好不好？如果你台湾的声量，我们台美党声量没有做起来，你去给他下跪也没人理你了。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做出一点什么，做出一点声量，未来跟美国谈判的路将会是很顺畅的。我们有美国代表，你们忘了吗？我们美国代表很厉害的，跟这些什么，我们台美党驻美代表在这个在美国的做一些这跟 AIT 的联络啦，跟美国白宫的联络，跟那些参众议院的议员的联络，我们都有在做。我们对美国有两三条线呢。那个陈立德画家他也有线呢，他有他的海外什么艺术家的团队，他们这些人海外在美国的一个艺术家团队，他们在美国是有影响力的，跟你讲。所以他们不是帮我们写信给100个参众议员了吗？还有再给50个州州长都写信过去了嘛？也就是我们在海外做的事情比在台湾做的事情还要多，所以我们就美国也做，台湾也做，同时把这个声量做起来。那一天我们要做的事就水到渠成。现在你可能觉得说黑料紧张，紧张容易做梦，每天都在做梦。我告诉你，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有一天我俩做出成绩，你有怎样讲？人不要怕，人不用怕辛苦，人也不要去想说你做会成功没有？我跟你讲，人就是一往直前了，勇往直前，事情就会成功，对不对？你们想一想，清朝这么大的团队都会被什么？被袁世凯给逼到他退位。你以前人怎么想到说怎么可能这么大的清朝就被你一个袁世凯把他逼退位？有没有可能？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就是革命家哈，我们就是革命家。做革命家的人，他人生只有一个信条：我完成我的人生的什么？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我把它完成就好。其他的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任何得失，我也不在乎说我一辈子穷困潦倒，或者说未来我会发大财，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很年轻就发过财了，所以这会不会再发财，我已经不在乎了。也就是什么？当你有我们聚集了一群跟我一样这种思想、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党怎么会不成功？而且我们川普常常一回跟什么格陵兰说我你加入我51州加拿大你加入我51州委内瑞拉你加入51州，下一次会不会讲说伊朗你加入我51州？为什么全世界都讲完了？最重要那个什么，对世界最影响力最巨大的台湾，他不敢讲，他不是不敢讲。他在等我们自己人，所以说我跟你讲，联合国宪章就是说，我们要住民要有住民自觉的，住民要有自己表达自己的权利嘛。美国他才好顺势而为嘛。这种简单的道理，我们台湾人一定要知道。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听我的频道。所以我说，如果这些骂我的人，你现在来听我的频道，你就会发现说，我讲的都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可执行的，可行性评估是最高的。所有政党的理想，我认为我们的政党理想的可行性评估是所有政党最高的。其他政党已经没有理想了民进党，我再问一下民进党，你们把你们的台独党纲拿掉之后，对得起台独吗？你们把你们的台湾全体决议文用一个中共红统人士来撰写，叫做郭正亮。我请问你对台湾怎么交代？赖清德先生，你要不要出来交代这件事情？这个代志不能这样含糊含了胡子就过去了这么含糊就过去了因为你背叛台独党纲，结果换了一个台湾全体决议文，结果撰写者是一个大共匪大匪谍，叫做郭正亮。请问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而我们呢？我们做每一件事到目前为止合乎台湾所有人的价值。你们说我不是台派，说我怎么，我请你拿出事实的论述，不要用那种什么呼口号式的讲大词，这种很丢脸。我们堂一些读过书的人我们一些知识分子我们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请你一定要有逻辑。
你一没有逻辑，人家一听就知道啊，这骗人哎。所以你不要讲你朴素啦，你如果博士是这种逻辑的话，我跟你讲，你的母校要以你为羞耻啊！如果我哪这没水准了，我都不敢跟你讲我哪个学校毕业的，又拍摄个，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什么讲话那么丢脸，一点逻辑都没有。一个博士连逻辑都不如一个小学生，你告诉我你的价值在哪里？我接受公平啊，我可接受公平，但我不接受污蔑，好不好？各位，人家给你污蔑一下，我解释半年都解释不清楚了。霸传的是在说我卷款潜逃，到今天那个东西还在网上，很多人查我的名字，常常会跳出什么我卷款潜逃。请问从霸传到今天，我卷款了吗？卷了谁的款？霸传里面就没有钱，怎么管？其次，我潜逃了吗？我天天在路边喊，我天天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找到，然后我电话你可以随时打给我，我随时都接电话的。什么叫潜逃？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还在网上，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解释了。我已经解释这么多年也没有用，所以人家要污蔑你很简单，污蔑你一句话，你解释用一辈子来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台湾如果要成为一个已开发国家，至少这方面的素质要足够。如果台湾人没有办法抗拒这种东西，让共匪的这些人让造谣这些人四处横行，那我跟你讲，那大家都来造谣就好了。我也可以组织一个水军团队啊，花点钱组织一个团队，我看我要造谣谁，天天去造谣，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问你，世界公理在哪里？台湾凭什么成为已开发国家？好不好？好，加一饼还有这个 Team Taiwan 51周，澳币2.79。台湾好，《三国演义》节目有6.7万的收视，只有2天是很高哦。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流量。三国演义的最高收视是我创的，好不好？我3年前给他创到有一集差不多快100万了，好不好？你去找一找。我跟你讲，我在很多节目都帮他们创收视率啦。3礼拜有一段9分钟的那个短片100多万，那也是我创的记录啊。廖小军的节目的最高纪录也是我创的。我创了帮人家，我上人家节目都有很高的收视，我自己节目现在剩下什么？干鸡妈中嘛在昨天那几次现在不到6000个人看了。确实，你就知道被打压的恐怖哦。人家打压你真的可以无事生非，造个谣你就付出的代价，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了。可是什么？我们不是能够这样能够被打死的人，对吧？是啊。礼拜天播，今天礼拜2才2天呢，2天6.7万了哟。我不知道，我知道6万多，我不知道是几万，6.7万，在以前来讲不多，可是《三国演义》包括我们所有台派的人的收视率都严重下滑，所以我们不是跟以前比，你要跟我前10几来比较好了。我应该是冠军哦，我应该是冠军，好不好？我到目前还是冠军哦。因为我才2天而已，我2天就6.7万了嘛。我前一集好像那个谁吴文嘉还这样才1万多而已嘛。所以说我们只要坚持走对的路啦，我不管你别人怎么打压我做我对的事情就好。所有的人都喜欢听有逻辑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讲逻辑能自洽，你的东西你讲出来的东西人家才会相信。如果为了某一种见不得人的目的而刻意去打压别人，我跟你讲，那些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没有任何价值，很快就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哪一天我死掉了，跟你讲，我这些东西我讲这些东西还是留下来，还是会继续流传下去，因为我们讲的是有道理的东西。像那个诸葛风云骂我那些毫无逻辑的东西，完全比那个小孩子幼稚园的吵架就像这样。就是这样啊！我上次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参加南投的活动，听说你要去啊，我也去了。结果你没有来，你放我鸽子。他奶这种话这讲了出口，你看看哦，又不是我邀你的，什么叫我放你鸽子呢？
你就知道说，所有的人骂我的人，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骂出所以然来。我就公开讲了，这么多骂我的人，还没有一个人骂出所以然来，因为都在什么？都在呼口号，都在说大词，没有一个人指出我哪里实际的错误。你拜托好不好？你找到我什么？我哪里有没有错误？你直接讲出来的话，是不是比较什么？你比较有说服力嘛？不，你就给他讲说，哎呀，幼儿园在吵架嘛，又顶爱玩 gay 嘛，是不是？好不好？所以我们党的价值。川普3纲2纲就跟你点个名，哎呦，我格陵兰，哎呦，什么的加拿大啦，今晚讲我认为啦，难道你台湾人没有觉得很受振奋吗？因为川普是真的要51州啊，只要你有价值，他就要你51州啊。委内瑞拉的那么一点石油，对了，委内瑞拉石油是很多啦，没有说，但是石油未来的价值，不是说委内瑞拉石油不重要，是全世界到处都有新开发的石油。所以委内瑞拉石油很重要，但没有那么重要。台湾的晶片跟 AI 伺服器整体系列的话是必须的，是它根本躲不开的一个东西。所以，川普哪一天真的我觉得川普可能在他卸任那个时候，他会讲说，我们要台湾加入51州，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如果下一任了下一任如果用 Rubio 上来OK， 搞不好 Rubio 比川普还更，我全力支持 Rubio。如果 Rubio川普卸任之后 ，Rubio 上来的话，我觉得 Rubio 做事比川普还果决，而且你看他在骂北约，你看，凭什么你们蹭我美国？那我可以样子的情况，我就是为美国争取最好的权利，最好的权利包括什么？当然包括台湾啦，台湾才是他最大的核心力。美国的未来的救星是台湾，他们自己讲的嘛，美国的前途在台湾嘛，所以这些事情。只要让台湾人，那些台湾人有一些比较没有自信的人较没自信的人，哎呀，告诉刚好康，你只要来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100%的，或者美国人不会跟你讲你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你台湾国际地位未定就是我的啊，对吧？我很喜欢一个姑娘，我要追求她，我说她还是自由身她不属于任何人，因为她属于我嘛，她不属于任何人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有什么好讲的？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能够突然讲2758突然讲台湾地位未定论，几十年来没有讲过，最近突然在讲，3、4年前我就开始讲说美国一定有问题，美国在突然讲2758一定有问题，果然你看，慢慢的就变成说你是地位未定，然后就告诉，哎呦我需要有你们当中谁有价值来成为我的51州，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对啊。川普常常变的，对啊，他们都用我的名词。他说：“哎呀，昨天我不知道听谁讲了，说川普，你看川普那个关税都是无中生有的，那这不是我讲的嘛？川普创造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叫做关税然后让全世界跪下，这个筹码是川普自己创造下，这个不是我讲的。我这些年所讲的一些东西都被人家拿去用我没有觉得不好，我觉得很好。”如果你把我的论述拿去用，我都觉得非常好。本来川普就是一个聪明的人，无中生有的一个叫关税，然后用一个虚幻的本来不存在的筹码，我这筹码是虚幻的是我自己创造，然后我跟你赌博，你怎么赌得过我？信不信？厉害的人就应该这样。所以我为什么我本来以前那么支持赖清德，现在为什么突然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不是什么骂他了，是因为你看你看。高市长跟川普已经冲到那么前面了，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总统也一起冲上去，这是我内心最大的期待，是因为这样我们对他才有期许，是不是？我真的希望有人要能够清醒过来了。若无我不骗你，连台派都开始支持陈其迈的时候，你如果只有一任，你会很丢脸。我就听你想的我没有骂你我知道你的喽啰很厉害我知道你那些支持者，我惹不起你的支持者，太厉害了，我跟你讲。其实我说真心话，民进党如果没有作为，你是对不起这个国家的。你的支持者哇西丢，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如果你像我这样直接来开始介入这些参与政治的事情，你就知道什么叫民进党的能量。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这人你若还袂爽他真的可以，你请问我订阅户基本一直减少这么多，
你敢我叫你破的吗？我是每天都在增加人啊，每天都有增加，但是跌下来的比更多啊。真正有时候会让你觉得说，不得不佩服哦，这些民进党在支持下，在西中始终派的民进党，这也是了不起的啦，这也是好事啦哈，这也是好事啦。但是你有搞尬死掉，你有搞教训掉。不过我的路，我依然要走我自己的路了哈，我依然要走我自己的路。但是我可能未来讲会较慢下呛呀啦，因为有人觉得我就呛呀，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啦，我也想得很透了，川普都被暗杀几次啦，是吧？最伟大的总统雷根有没有被暗杀过？应该你们看过那雷根要进车子被暗杀那个情形嘛？所有伟大的总统都要面临这种东西嘛？民主国家就是这样嘛？民主国家就这样嘛？民主国家每个人想法嘛，对不对？你说你要统一的人啦，我虽然觉得你很离谱，要跟共产党统一，但是我也拿你没办法，因为民主国家啊。所以为什么有那个什么那个马德那种人，他为什么可以公开的什么收贪污？为什么？因为他说你最后公让人猛攻，你为什么敢用你自己的账号用？因为我是记者，我认为你们不敢抓我。我靠，这个，所以千万不要洗脑你们家的小孩，哈，各位北部啊，甚至阿公阿嬷，真的千万不要洗脑你们家的孩子，因为你会洗脑出另外一个马德。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真实的运作方式，他觉得丢啊，我们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就属于中国，我们的家在中国，中国才是我们的国家。你这样洗脑他有什么用呢？是吧？现实是你住在台湾嘛，所以这些人就是因为被他的父母跟被什么蒋介石他们这一批人啦，跟共产党大量的洗脑，到最后他觉得说，我记者你不敢抓我，所以我敢贪污，然后进去就判12年。破12年，17年12年，我忘了啊，不管他了，就这样啊。所以说有些事情哦，人要行正义之事啊，人要行正义之事，你的人生才会什么？才会没有这些隐忧啦。你贪我嘴急嘛不好，当你关到牢里，我永远脑中有一个影像，你知道，柯文哲被关进去的时候啊。他说他的位置是在厕所旁啊，听说厕所是没有，厕所是怎样？只有，反正你就知道那个样，那个可能只有什么人那个墙不是墙，那个只到你的膝盖高嘛，一个人蹲在你旁边，你在那边睡觉，然后一个人在你旁边大便。我那个感觉，我每次想到那个感觉，我整个人就不俩拱啊！我说这好像我密闭恐惧症一样，不俩拱。哇靠，人怎么可以让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丑事啊？结果柯文哲他敢刚才讲，这款这无民主的为了敢讲，所以这人是无耻到极点。我们常常心里会有这觉得，哦，如果人走到这一步的话，真的他妈的太不堪了，太不堪了！你底下在捆了，边上有人底下在旁边上大号。你能想象那种恶心那种啊？所以不要做坏事，真的不要做坏事。你若给我们关进去哈，你跟我讲你多了不起的企业家，多了不起，我觉得你关进去你就什么都没有，你的人生就毁了，因为你已经被打入那个最脏的、最肮脏的什么的世界了，那个叫地狱，叫阿比得杠了，好不好？啊，好了，今天重点不是讲这个啦。今天的什么？今天的标题是钟明轩舔共舔到沦落街头卖鸡蛋糕了哈。下一个会不会是霸呆？钟明轩当时我们看他是不是每个人都恨他恨得要死？而且你一个男的把自己弄成这样，其实我已经看了他有点看得很不舒服。一个男人说自己是大美女，这一点我已经不舒服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容忍他这一点。可是当他去舔共的时候，因为走投无路嘛，所以我常常讲哈，一个男人一定不能让自己太穷。一个男人不管你做任何事情，要有一定要有一份固定稳定的收入之后，行有余力才能去做别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然后你做其他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讲，你很可能因为钱的压力，而必须要什么铤而走险。我周围很多这种人哈，其实我从回来之后，
跟我合作了好几个都是很优秀的、哦，我跟你讲，跟我合作好几个都很优秀的哦。从我早期的助理那都是很优秀的，都是因为钱的压力把他们逼到没有办法。所以我那个第一任的那个助理现在还在中国嘛，又跑到中国去了。我说靠，我的外盖工，中国景气最好的时候你都没赚到钱，你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就是有些人他怎么，我那时候一直跟他讲说，你应该去上班，你去上班，然后呢，下班时间再来帮我做后置，因为我那时候后置是有给他钱的嘛，我是跟他分一人一半的嘛。所以我说如果你做2件事，上一个班有1份薪水，然后再帮我做后置，然后你赚了2份薪水，第一你可以生活可以过得很好，其次你对你热衷的政治你也没有放开，对不对？如果我们哪一天我们这个党是我们这个频道做起来，你也可以回到我们这个政治圈子，可是他不愿意，他就开始做梦，说要做梦要去中国做更大的事，然后要去了。我还真的跟各位朋友，好多朋友，我遇到很多朋友，最后坑了我的人，其实我都没有认为他很坏，他只是缺钱。男人一定所以我这一辈子没有让自己缺过钱，虽然我失败之后，我也没有让自己缺过钱。我最起码我生活费是要有的。你是查某人，你要做任何事情，你生活费都没，你就真正没有办法在你的理想上你是走不动的，你知道？你走不动，没有办法往前走。钟明轩他们这种就是这样，天天耍嘛，天天玩嘛，觉得我投机取巧，我现在呢，我在台湾活不下去，我就去舔共，我也许可以跟马呆一样啊。其实马呆舔共有得到很多钱吗？我认为也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再去中国？为什么马呆没有再去中国直播了？概念呢？那次我们是不是讲过了？马呆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最终的价值已经在那一次被榨干之后，后面不是跟什么，好像跟什么。跟厦门的一个商人合作，结果厦门商人坑了他嘛？为什么中国商人敢坑他？因为知道你没有得到中共的什么最大的支持，中共只是拿你当一个猴戏耍完就耍掉了。因为他说要干谁的老婆，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习近平可以被那个啦？所以他如果再去第2次真的安排他去的人可能都有事了，没有人敢再安排这件事。第4次风口浪尖，必须让他去，因为这时就刚好拿他来宣传嘛。所以你看看了这些人在中国被利用完之后，直接一脚踢开嘛。钟明轩在卖鸡蛋糕，他用了一台小车用一台小车开着，不知道到哪里去卖。我不是说卖鸡蛋糕不好，是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后来而且我跟你讲啊，可能如果我哪天我看他路边他在卖，我会走过去笑他。哎呀，我买1块钱的蛋糕，好不好？那我会笑你，中国啤酒我谈的，那你给我等来啊！我真的会去羞辱他，我告诉你，你钟明轩你卖给我拄着，我一定给你羞辱的，我不骗你。骂带你若我拄着，我一定给你羞辱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人当年想我瞎掰，你听。你太瞎掰了，瞎掰到让你为了自己赚钱，不惜的伤害台湾同胞的感情。拿红钱是没有错，现在红钱拿不到啦，中共没钱了。我就早跟你们讲了，现在舔共是什么？就像清朝末年最后一个把自己小弟弟切掉，说要进宫当太监那个人了。那个人结果把自己小弟弟切掉之后，清朝倒了。这群人就是这样，你不要觉得我在讲笑话，就是这样啊。骂呆跟什么钟明轩就是这种给我这种感觉。你要舔共都不会来看我的节目，看我节目跟你讲中国到底有没有实力养你哈？如果以前的话，真的中国可以拨很多钱给你，真的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真的为什么那些人早期那些像什么像白朗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他们真的拿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尤其像什么那个新党那个郁慕明，他们真的都赚，他现在连郁慕明都被骗光回来了。各位，你一个骂呆算他妈个屁呀！你一个钟明轩是算什么？怎么没有搞清楚？所以这种没有读书人就是这么可笑。没有读书没有关系，你要看电视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没有常识要看电视。
你不看电视也要来看我廖先生的直播，我就告诉你，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养你们这些闲人了。中国自己的官员都在薪水在打折，怎么可能还有钱养你这些闲人？我问你啊，是不是连这种时间都看不懂？那舔共也要看时间嘛，所以这个就是说，钟明轩之后下一个一定是骂呆现在大概也快撑不下去了。你看他每次他直播，他现在以前直播呢，求掉到要死哦，比我还求掉对吧？但是他现在直播每天都这样呢，哎，大概要被关进去了啦。啊，我大概怎么，哎，我生了怎样？这种这款死人款你了不？啊，你是足求掉？你既然你给有没有做黑社会啦？吼，你敢不来用一辈子勇敢一点？那这么说，哪怕被打死，我要站着骄傲的被打死，我不要这样。哎呦，我没事，哎，我今嘛那行李脚卖了，这个人就只会笑你的。他成为我们台湾最大的笑料啊！人不怕被骂，不怕被打，就怕被笑。人都是被笑死的。亲讲我骗你，人都是被笑死的。尤其是这种黑社会、黑社会的这一些人哦，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其实他们不怕被打，不怕被骂，就是怕被笑，而且是全台湾都在笑他。现在全台湾还有谁几个支持他？大概剩下几个，小草也不支持他了嘛。哦，连现在改成柯文哲改成纯7%了，他还有谁能支持你？柯文哲自己都没有支持者，他怎么还能外溢效应来支持你？你什么？你骂呆呢？可是他们这些人居然不懂。他们居然不懂他自己的人生走到这里，是因为他自己政治上什么政治幼稚病嘛？他自己知道支持民进党的时候，你呼风唤雨啊！那个时候蔡英文还可以好好问啊，赖清德还可以好好问啊，一个网红而已嘛，总统还要去让他访问啊！你做到这个程度，你是什么理由让你突然变成去舔共的？你那个时候生意很好我刚开始领先的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智商不够。你已经什么总统历任总统都要来你这些拜码头的时候，你已经一个网红走到这个地步，人生最高阶段了哈，你居然还会去什么去舔共？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智障，那个智商真的不够。智障，这个只有智障两条路哈。没有人就这样说中国怎么会跟自己最大的客户打贸易战？一样的道理嘛。你明明都在讲，你谈的钱是靠台派跟你撑起来，结果你突然去舔共，这款低哦，这种猪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你知道？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有人会这样做，但是他真的这样做了，所以留下来的什么时代的笑料，未来历史上。讲到这边就是台湾曾经有一个超级网红，台湾的总统要竞选之前都来跟他拜码头，可是当他享受所有的台派的光芒之后，他突然选择去舔共，然后公司倒了，然后自己沦落到跟钟明轩去卖鸡蛋糕，去路边卖鸡蛋糕，那有好笑。所以人作恶，上天就会惩罚你了。不用我来骂你，我已经很久不骂他，只是我看这个笑话太好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会这么好笑呢？你这查甫人对自己事业这么不用心吗？就我给你挺民进党，明仔挺来，后日再挺啥？挺民众党柯文哲，现在刚柯文哲，你看柯文哲兄弟，柯文哲最看不起就是你不知道吗？骂呆你不知道柯文哲最看不起来。柯文哲，我是台大医生呢。柯文哲觉得他自己台大医生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他觉得他的支持者都是学历最高的呢。结果你一个高职生，他怎么看上你？你去讲普卡称，结果人家看不起你，你自己都没发现，然后自己从巅峰状态变成什么阶下囚。他可能他阶下囚可能关不了多久了，因为他那个诽谤大概没关几个月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跟你讲，他的什么都，他的健身房全部都倒掉之后，他真的要去卖鸡蛋糕了，好不好？卖鸡蛋糕了，拜托大家就这样了。他那个肌肉，我跟你讲，那个肌肉是打激素的啦。他那个肌肉看，我跟你讲真正的壮的人那个肌肉不是他那个样子啊。所以叫人叫肉呆，不是叫肌肉呆。
他那个不是骂手啊，他那是骂你看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是运动员出身的哈，我看出他那个肌肉不是真正练出来的啦，哈。啊，刚有冲到900哎，冲到900。中共不让邱毅回台湾这件事情我听过很久了啦，没有关系的。邱毅也是被利用完了，是吧？邱毅他现在也被利用完了，所以现在时代了哈，我们就慢慢去看所有的被中共利用完了，一个一个沦落的嘛，到无间地狱去了嘛。是吧？李东宪那个什么，那个家伙不是连那个什么开始出来直播带货，而且他带货还带不动，连房租都缴不出来。还有那个什么张立奇哦，那你看就是这些人啊，这一大群人就是这样啊。所以闽南郎是聪明的哈，闽南郎是聪明的，他还好，他被坑了，他赶快回来台湾了，不然他在中国他也一样了，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余粮。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来养你们这些料不要了，养你们这些三姓家奴了，对不对？就是这样。还有啦，有人啦哈，有人在讲说我们呢，他说我假台派原因是说什么？我们要来宾里面有闽南郎，不好意思，闽南郎跟护国党关系啊，是闽南郎是护国党的什么？他们的党员，所以闽南郎参加的是早上那一场护国党的聚会。我们下午那个挺军购，我没有邀请他，好吗？虽然闽南郎曾经是我中午霸船的团员，我跟他当时的关系也还不错，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太容易被人家抓到痛脚，所以我并没有邀请闽南郎来参加我们下午的活动。我先把话讲清楚，所以你拿闽南郎来打击我，第一啊哈，跟我没有关系，那个跟我没关系，好不好？哈。已经被人家骂这么多了，到今天我就说嘛，这么多骂我的人，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找到一个我真正的缺失嘛，都在讲大话嘛，都在讲大词嘛，这个是最悲哀的。这种做法，我跟你讲，为什么我那么熟这些做法？你知道，这些做法就是中国人在用，中国人的辩证法最会搞这个，中国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搞，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对事情，他们早年打败蒋介石就靠这一套辩证法。你乌龙蛇都乌了木济，我是跟你讲吗？你跟他讲情，他跟你讲理；你跟他讲理，他跟你讲法；你跟他讲法，他跟你讲情。他就是这样啊，他永远在绕啊。所以你就觉得你跟他们这些人讲话觉得很烦，就是你问他问题，他不会直接回答，他会跟你随到另外一个方向去讲，这个叫做辩证法。现在骂我这一批人也有这个味道，所以我常常讲说。现在骂我这一批人跟中共的小粉红好像，这水军好像是同一批人，很像，这两批人很像，不奇怪哦，真的不奇怪哦，真的很像，因为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哦。像诸葛风云骂我的东西，到今天骂我几条啦，他骂我好几条啦，没有一条是有逻辑是自洽的。所以我问你，POS 你的博士是2包方便面换来的，是不是？我哪去安呢？我要是叫他那个他都是德国的嘛，德国的学校可能要收回他的什么博士论文，他的博士学位嘛，因为太丢脸了啊！对啊，那个狼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闽南狼跟我是没关系啊，不要拿这个来讲我，好不好？是吧？别听话来。对啊，很多网红吵架打架都是演的，这个我还不知道。好，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想了哈。范玮琪，范琪斐那个一看就知道有问题，那个什么奇怪？不奇怪，真的不奇怪。奇怪的是什么？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投共？共产党都没钱的时候你去投共，所以我们这点人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买种知识啊，连常识都没有。好啦，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尽量给它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了哈。因为很多人都讲说你现在可能很大的问题是你讲的时间太长了，大概说这直播90分钟，不敢给他洗哦，是不是？有多少人有时间给你听90分钟？对啊，我知道还是有一些热爱我的朋友会听到90分钟，但是一般人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哈。
真正能够注意力大概维持50分钟就很了不起了。好吧，最后讲一件事哈，各位，如果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不对？觉得我的智力什么记忆性啊，智力减退，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让你的大脑细胞增加40%，40%不是4%，而且不用花你任何1毛钱。从今天开始，你刷牙用左手。如果你本来是用右手的人，你现在刷牙用左手。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右手做任何事情，其实他已经用不到脑了，他已经习惯了，习惯动作是一种反射动作，习惯动作。但是当你重新用左手来，我现在用左手刷牙，奇怪，这个手要跟着动啊，慢慢才习惯。所以它是会增进你，我不知道是左脑是右脑，就另外一边脑它会开始发育，因为你的脑袋要开始链接嘛。以前是用右手，现在左手嘛，左手做，为什么是刷牙？简单的先从刷牙开始嘛，慢慢你再做复杂的动作，然后你这个手，你的大脑会开始链接，重新再组织一些链接的线出来，至少你的记忆力会增加，你的逻辑也会增强。这个是人家做几百年的实验出来，这个不是我讲的哈，不是我自己吹牛的。最简单的方式，你从今天开始刷牙都变成左手就好，慢慢左手刷牙比较顺了，你就开始做什么事都开始想尽，一天用左手做事做什么的。现在我都是用左手在空中写字啊，慢慢的让你的左脑的链接让它再发育一次。让你脑再发育一次，你就不会老人痴呆。我们这个年纪最怕老人痴呆，因为我已经发现我周围已经开始有老人痴呆。我觉得最后的同学啊，那一天我跟他讲，跟他通电话，我已经发现他有老人痴呆的症状。他已经是我们同学最优秀的。我发现，只是我没有问他啦，我自己心里很难受，你知道吗？因为到同年呢，老的细回呢，就有老人痴呆的倾向。真的，我咱这个年纪哦，我讲各位啊，我们这个年纪真的要让自己再活10年以上，你就可以活到150岁了。这个事情已经被全世界证实了，已经不是我在讲了哈。我说当全世界的蛋白质都被 AI 已经分析完成了，所以未来的电脑来合成各种药，是从什么？从分子开始合成，从分子开始分析哪个分子跟什么分子结合产生什么，这个是由电脑来跑了。这种东西已经完成了，早就已经完成了，就这几年就已经完成。所以说，现在在生产所有对人类所有的疾病的药，最近都在大量的在上市。就这一两年内可能全部都会大量会上市。所以你真的，癌症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癌症已经是慢性病了，好不好 ？AIDS 也是慢性病了，很快那个都可以被攻克了，所以我们真的，我昨天看我这部的朋友哦。老兄都是什么？对，我真的要用左手。你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已经开始变过来了嘛。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都是年纪比我大了，所以我有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各位分享啊！不用花你1毛钱，真的可以让你的智商那大脑重新增加，你的脑容量会再增加，好不好？好了，给你到这为止了，好不好？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听我的节目，谢谢各位，谢谢各位。